舒爽的天气，每每饱餐一顿，和你一起悠闲漫步，能让我快乐的元素都具备了。姐姐不知道吗？你有一种魔法，能让简单的生活变得生动。还好吗？让我感到快乐的另一个元素，和姐姐牵手。哦，不对，是十指紧扣。离幼稚鬼近一点，这样才不容易被人撞到。前面有个影院，我们应该是赶上电影散场了。听说是一个由童话改编的电影，但这次是从反派的视角去解构故事的，所以原本的大团圆结局变成了悲剧。当然了，生活在故事里的每个人都在做决定，而不同的决定就会引向不同的结局。我本来也打算带你去看这部片子，还提前做了好多功课呢，可惜票已经卖光了。如果你想看看反派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我倒是有个好地方。嘘，七、八、九，姐姐，跟我来。汤圆可不会骗姐姐。这个酒馆每周三的9点钟会举办一场读书沙龙，每个人都可以分享自己喜欢的读物。酒馆老板每周都会定一个主题，在主题下设一个书单。对书单感兴趣的人可以上去为大家读这本书，并分享感受。并且，读过书单上的书以后，分享者就有资格去2楼随意挑一本喜欢的书来为大家朗读。其实我在法国经常参加这样的活动。回国以后，有个朋友推荐了这里，来过几次之后，我发现氛围很不错。因为今天我不是一个人了。莲，不要揭我的老底。原来姐姐喜欢听这个，那我可以在你耳边说一辈子哦。真可爱啊，我有点舍不得让你演反派了。我刚刚选的书里，主角是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王子，而大反派就是他自己。他白天是正直的王国继承人，夜晚则会分裂出另一个邪恶人格，化身森林歌者，制造麻烦。不愧是大小姐，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计划。我很确定，并且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别担心，我就在你的旁边。跟着我走，我会带你走进故事。
先放空大脑，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字上，忘掉周围的人，去感受故事里的人物。怎么样？喜欢这个故事吗？看来我没选错书，大小姐看上去很满意。我就说你可以做到的吧。看来你爱上了这种新形式，很好，我又多了一个和姐姐黏在一起的理由。姐姐还想试试读其他的书吗？2楼就有一个老板的藏书库，甚至有一些私人藏书，外面都很少见的那种哦。我去找老板要通行卡，我们一起上去挑一本吧。